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今天聊聊这个刚公布的竞卡表吧。说实话，其实感觉也没什么可聊的。之前大部分人也都是这么猜测的，只不过现在确实印证了大家的想法而已。虽然跟我之前的猜测出入很大，但我并不觉得我的预测很失败，因为我的预测有一个前提，建立在万代真的想认真做平衡的情况下。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想。万代是这样的，设计组只需要把卡越出越强，方便卖盒子就可以了。可竞卡表组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没想到明朝公式的含金量居然还在上升，为坚持了好几个月的红紫罗信仰玩家表示下默哀吧。尤其是那些从 5.5 就开始玩红紫罗的玩家，他们应该是最难过的。冷蔷薇这里提醒下各位，以后选择领袖需谨慎，万一你玩的领袖突然有一天成为了超主流，请尽快离开他，因为他离死不远了。不过经历了这次的事情，也让我看明白了，以后 OP 也不需要预测什么竞卡表了，什么领袖火办什么就可以了，真轻松。这种竞卡表我也能做。牢骚就说这么多吧，简单聊聊梅勒岛对陆棋的影响以及表后环境的猜测吧。特别说下，本次预测仅适用于没有六色玉组的简中08环境。首先，我一直认为办司法岛对陆棋来说治标不治本，陆棋还是会是最强的战解析卡组之一，甚至之前就有5岛版本的陆棋，这才好了，人家的理解直接领先一个大气层了。甚至还因为红紫罗的消失，陆棋的构筑可以更具开放性了，更有能力去应对劣势对局了。不过失去了岛，陆棋的稳定性一定会有所下降。不过这是否会给原本陆棋克制的卡组更多的喘息空间，还需要看大家对于陆棋的开发程度。毕竟陆棋本身其实是泛用领袖，能不能有更多体系的开发，就看大家的想象力了。说下对表后环境的看法吧。红紫罗死了之后，一定能解放大批领袖出来，然后陆棋在开发出新思路之前，由于稳定性的下降，也会降低一定的环境统治力。但是还是我刚才提到的，半岛治标不治本，陆棋该有统治力也还是会有一定的统治力。那么基于不好打的红紫罗消失，陆棋解大怪的能力下降，我大概脑补了一个题表，也算是表后08环境的卡组推荐吧，并且只适用于没有六色玉组的简中环境。日本春季决赛上获得六色玉组补强的蓝明哥可以说是惊艳到了我们所有人吧，但是别想了，9.5再说吧。表中没有出现的，基本就当做我不推荐就可以了。虽然有的领袖有可能我忘记了吧，但是如果他真的厉害，我怎么会忘记呢？对不对？那么一级一级来吧。首先 T0 领袖T0就是绝对的环境超主流。我认为红紫罗死后，08不会再有哪个领袖能做到对环境有如此大的冲击了，至少表后会是个百花齐放的环境，或者是个剪刀石头布的环境。T1 只有一个佩罗纳。首先说佩罗纳，除了我自己的私心以外佩罗纳的一大特点就是能5-5开大部分领袖，甚至也还能有一些特定的优势对局，这点跟红紫罗其实是有些相似的，并且08之后，佩罗纳可以尝试的构筑思路也是拓宽了很多的。和之国轴的外挂方式也给了佩罗纳极高的可操作性，失去了天梯红紫罗，相对来讲稳定性又优于失去了岛的陆棋，因此我认为佩罗纳极有可能站到很高的位置。届时我也会在直播中找各位朋友测试竞卡表之后的环境。如果你也想和我一起参与其中，就请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小程序决斗频段。决斗频段，一个帮牌佬随时随地打牌的好东西，无需下载任何软件，手机打开微信小程序，电脑打开官网，3秒完成注册，并且操作简单，1分钟上手，打开电脑架好手机即可开打。决斗频段内置多种游戏分类，可以满足多种不同游戏玩家的打牌需求，还等什么？快扫描屏幕中间的2维码，来决斗频段开心快乐的打牌吧。想打牌来决斗频段，我在决斗频段等你们。继续讲下一个等级。T1.5 是个比较特殊的等级，虽然也会是环境中的中流砥柱，但是由于不能像佩罗纳那样可以灵活的使用和之国轴进行外挂和赚取资源，比较依赖于自己本身的体系和打法方式，所以我认为是 1.5 的等级。有陆棋、波妮、布林、红黑萨博。陆棋是标准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该厉害人家还是厉害了，只不过可能没那么稳定了而已。陆棋和佩罗纳的主要差距其实就是和之国轴，佩罗纳能接受亏手接场，但是陆棋不行。波妮在最大的天梯红紫罗离开之后，是我特别看好的领袖，标准的战场资源型领袖，打黑色也没有很难打，唯一遗憾就是没有8.5的江克斯。布林更吃自己的节奏，他如果能在固定的回合做固定的事儿，那确实厉害。大哥连派也基本没有领袖扛得住，但是问题也就来了，挨揍他可能也扛不住，但是超高的上限还是让我十分的看好布林的。最后一个红黑萨博，赤犬死了，来了红紫罗，现在红紫罗死了，得轮到萨博了吧。萨博的技能是很强的赖场赚资源的技能，08环境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场面，缺少了推理的环境，红黑萨博一定能有所发挥。
萨博这里可能有争议，但是如果理论成立，可能确实能有不错的发挥。期待一手红黑萨博的开发吧。T2就是环境里能打，但是会有明显克制与被克制关系的领袖，并且上下限差距会比较大的领袖。有黄黑路飞、艾尼路、女帝、大和、雷九、莫利亚和红紫路飞。可能有些朋友会疑惑，你把黄黑路飞放得这么低，真的合适吗？好歹之前是丙3卡组呀，而且还没有吃刀，不应该发挥更好吗？其实不然，就因为我太了解黄黑路飞了，清楚的知道路飞的局限和极限。红紫罗倒台之后，会有大批原来被红紫罗压制，但是很好打路飞的领袖回到大众的视野。最直接的莫过于波尼、布林。路飞如果没有特别顺的手牌，基本是很难赢的。剩下的沾蓝、沾绿也都会对路飞有一定的克制效果，比如佩罗娜，因为沾绿也不会很难打黄黑，甚至08的兔子、07的女帝也都能捏捏黄黑，可以说是腹背受敌了。归根结底，黄黑算是个抓环境的卡组，能打红紫罗，能抓陆琪，所以才会达到丙3的位置。而现在路飞变成了要被抓的那个人，能否还有亮眼的发挥，我只能保持疑惑了。艾尼路虽然天敌陆琪受到了压制，但是作为一个回合一个怪的典范，依然不会很好打陆琪，并且打其他领袖也会很看运气。之前因为能打红紫罗，能小优黄黑路飞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卡表之后只会越来越低，高下限带来的狗场优势不足以奠定足够的胜势，让我只能把它放到T2的位置。女帝就还是那样，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技能摆在那儿，该能玩还能玩，没什么特别的。大和则是我认为能去冲很多上层的4血领袖，也能打运营拉扯那些5血领袖，属于能抓环境的卡组，尤其是布林多的环境。布林边又少又没触发还没阻挡，真保不齐弃飞就结束游戏了。雷九、莫利亚、红紫路飞其实都跟女帝的地位差不多，之前也能玩，就是现在天敌死了和陆琪削弱，又能出来蹦跶蹦跶了。排在T2的这几个，除了黄黑路飞属于跌落神坛，其他的本身其实就是一直都是T2上的强度，但是之前被红紫罗和陆琪打压严重，很难冒头。新表之后呢，算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T3的领袖则是大战士、红索隆、紫路飞、黄蓝艾斯还有卡尔。这几个领袖其实都有共同的特点，上手简单，上下限差距大。你糊了，基本上谁都能打；你卡了，基本上谁都能打打你。影响他们几个往前走的主要因素其实是不够稳定，但是也会是环境的强力搅局者，属于是可能碰不到，但是一定要被考虑的领袖。接下来2个是我很看好但是有待开发的领袖，红蓝马和黑紫禁。马哥主要是因为没有 8.5， 不然其实思路还是挺明确的。这2名领袖目前都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现在从红紫楼的阴影解放出来，可以更多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了。马哥是现在的运作方式太多样了，以控场为主的也有，走前期超扑思路的也有，走后期大哥思路的也有，具体哪个更适合现在的环境还得慢慢测试。但是领袖效果的强力，这点我还是看好的。晋则是作为沾黑的领袖，莫利亚的收益太低了，前期摆板头，快攻抗性差，只能是看看本家轴的更多开发了。最后一个是个论外领袖娜美，又被娜美打爆了，真是太难了。娜美作为一个构筑时你完全不会去考虑的领袖，愣是能出现在各个环境中，你碰上他总得难受一下。同时又经常性的，你赢不赢跟你顺不顺没关系，全看他自己。对局体验非常的差了，要不是练习成本高加吃排序，我觉得娜美也是早晚要进表的领袖了。以上就是我认为在9月1号的表后环境中大家可以玩的，也会是环境主要构成的领袖了。个人倾向比较严重，大家当看个乐就好了，毕竟这表就挺乐呵的，大家也就乐呵着玩就好了。再次强调哈，本表是针对简中特有的没有 8.5 但有金卡表的环境去构思的，可能之后会与日本环境尚未有较大出入，这是一定的，因为环境完全不一样。表后我也会去打一打，再来做正经的卡组推荐，希望大家保持关注。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